密阳集体性侵案这个名字在韩国是一个禁忌。大家好，这里是纪实频道。2024年6月1日，一位名叫地狱存储的 UP 主又一次把这个禁忌放到了桌面上。这个 UP 主在 YouTube 平台陆续曝光了该案涉案嫌疑人的真实身份及当前生活状况，此举又一次撕裂了韩国舆论。据该博主透露，其中一名嫌疑人主动寄来一封手写信件，字里行间流露出深切的悔悟之情。信中他不仅承认了因年少无知给受害者造成无法挽回的创伤，还表达了这种罪恶感将如影随形，成为他余生难以摆脱的重负。2004年密阳事件是韩国历史上备受瞩目的性暴力惨剧之一。事件发生在韩国庆尚南道的密阳市，涉及44名男性青少年，他们对3名无辜的未成年女性实施了长达1年的性侵犯与虐待。然而，在事件的后续处理中，尽管当地警方提议对其中10名主要施暴者处以监禁，另有20人送往少年管教所，但遗憾的是，最终无一人受到应有的刑事制裁。这起案件之所以激起全国上下的强烈愤怒，不仅在于其本身的残暴与无情，更在于事件曝光后，当地社区对受害者的冷漠与指责，以及司法系统对加害者处理上的明显不公与轻纵。这种对受害者2次伤害及正义未能伸张的现象，深深刺痛了社会的良知，促使公众对性暴力问题、受害者保护机制及司法公正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讨论。2014年，韩国一位才华横溢的导演根据这个案件改编并执导了电影《韩公主》。该片上映后取得了极高的票房，还荣获了第18届釜山国际电影节 CGV Movie Clash 奖项的殊荣，并一举摘下了第6届韩国年度电影奖最佳影片的桂冠。2024年6月1日，网络知名博主地狱存储在 YouTube 平台发布了一段震撼视频，深度曝光了当年备受关注的轮奸案核心人物之一申某的现状，揭示其以更名换姓，并悄然任职于一家韩国知名汽车销售企业。视频发布后不久，申某迅速将个人 Instagram 账号设置为隐私状态，以避免受到关注和攻击。次日，申某任职的公司迅速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声，明确表达了对这一事件的严肃态度，声称我司已充分认识到此事的严重性，并已采取果断措施，涉事员工已被立即解雇。大约1周之后，地狱存储博主再次更新了其视频内容，此次聚焦于另一位姓朴的涉案嫌疑人的现状。据视频显露，朴某已组建家庭，育有1女，并与家人共同经营着一家生意红火的餐厅。尤为引人关注的是，该餐厅还曾接待过韩国知名美食节目主持人白种元进行节目录制。然而，视频发布后，经网民举报，该餐厅被爆出存在违法建筑问题，目前已被相关部门勒令暂停营业，以待进一步处理。地狱存储博主在又一次公布一名涉案江姓嫌疑人时，还公开悬赏征集相关线索，同时透露已有多家媒体记者主动联系他，表达了希望深入报道此事的意愿。随着事态的发展，地狱存储持续更新页面内容，宣称已接收到大量关于这位江姓嫌疑人的举报信息，并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信息的审核与筛选工作。密阳集体性侵案源于2004年初春1月的一个寻常日子，韩国蔚山市内，一位年仅14岁的少女崔某，因一次无心的电话号码误拨，意外地与远在密阳市的一位18岁高中生金某产生了交集，而这一偶然的交集却不幸成为了他人生悲剧的开端。金某在电话里诚挚地邀请了崔某及其妹妹、表姐一同前往密阳市。然而，在密阳市，金某向他们引荐了当地臭名昭著的暴力组织密阳联盟的首领朴某。不幸的是，朴某及其团伙成员不仅对3位女孩进行了恐吓与殴打，还强行将她们带至旅馆，对她们实施了骇人听闻的性侵行为。
出于持续控制崔某等人的目的，金某还拍摄下了性侵的过程，并以此为要挟手段，迫使崔某在接下来的11个月里持续遭受他们的性侵。事件直到2004年年底才暴露。2004年12月，崔某因身体突发不适被紧急送往医院。这一变故让家人首次知道他与姐妹们长期以来所承受的痛苦。崔某的母亲决然地选择了报警。据相关报道，事件中共有44名男性青少年被指涉嫌参与了这起性侵案，而据估计，还有多达75人可能以协助拍摄视频、负责望风等间接参与了此次事件。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最终所有涉案嫌疑人无一人被定罪，仅有5名嫌疑人被送入青少年拘留所。更为不幸的是，受害者崔某非但没有获得同情与支持，反而遭受了来自当地社区的指责。2005年，《News Who》杂志深入密阳地区开展了一次详尽的访谈调研，期间广泛搜集了当地受访者的见解。其中令人遗憾的是，部分声音将受害者置于了非议之中，认为他们也应承担某种程度的责任。更有甚者，直接将指责的矛头对准了崔某，将她描绘成一个过分追求物质享受的女孩，并对她夜晚外出的行为进行了不恰当的谴责。这些不当言论迅速在社会各界激起了强烈反响，引发了关于性别歧视、受害者有罪论等深刻社会问题的广泛讨论与反思。即便是警方也曾表达过相近的观点。起初，密阳警方向崔某家庭保证将采取秘密调查的方式，确保不对外公开崔某及其姐妹的个人详细情况。然而，在调查之际，崔某及其姐妹明确提出了由女性警务人员来进行询问的请求，却遗憾地被置若罔闻。更甚者，部分警察展现出傲慢无礼的态度，甚至轻率地将此事件贬损为密阳的污点。更有甚者，个别警察擅自向媒体透露案件细节，致使崔某及其姐妹的身份曝光于公众视野，他们的隐私被无情践踏在报纸的字里行间。崔某在接受采访时，更多的流露出的是深深的耻辱与恐惧，而非作为受害者应有的保护与尊重。2004年12月7日，警方初步依法对41名男性青少年进行了控制，但随着调查工作的不断深入与细致展开，最终确认涉案人员数量激增，达到了惊人的70人之多。然而，在2005年5月17日，警方对外发布的通报中明确指出，目前确认的犯罪嫌疑人有44名，而受害者人数为3人。遗憾的是，目前证据收集尚不充分。2008年，法院最终认定密阳警方在履行保护受害者职责上存在严重疏忽，并据此作出裁决，要求警方向受害者家属支付高达7000万韩元，折合约人民币37万元的经济赔偿，以示对失职行为的法律追责。据2007年的相关报道揭露，崔某迁居首尔后，长期遭受酗酒成性的父亲及某些亲戚的侵扰，多次陷入自杀的绝望边缘。在这样的重压之下，他被迫与犯罪嫌疑人达成了不情愿的和解协议。此外，由于社会对于性侵受害者的偏见，学校方面表现出相同的偏见态度，崔某曾多次尝试转学，却均被拒绝。2016年，曾为崔某义务辩护的知名律师姜志元在媒体访谈中披露，该事件在崔某心灵深处刻下了难以抚平的伤痕，强烈建议其接受专业心理治疗。姜志元还透露，事件之后，崔某一家被迫选择了隐姓埋名的生活，连他这位昔日的援助者也难以再保持联系，令人唏嘘不已。地狱存储的行动让韩国性暴力救济中心被迫做出了反应。性暴力援助机构对广泛传播的相关视频表达了深切忧虑，指出此类视频非但无益于受害者的康复进程，反而可能加剧社会冲突，削弱公众对法律制度的信心与信任。地狱存储博主对此回应说，
其最初与崔某家属沟通时，家属的确表达了希望删除视频的意愿，然而随后态度转变，同意将视频公开，旨在通过舆论力量让施暴者受到应有的谴责。此后，随着性暴力救济中心发表声明，博主再次强调自己曾尝试联系崔某家属，却未获回应，并对这一过程中可能给受害者带来的任何额外伤害表示了深切的歉意与反思。随着事态升级，在韩国社会激起了广泛争议。一方面，众多网友纷纷声援地狱存储的行动，甚至通过捐款表达支持；另一方面，也有人担忧此曝光行为潜藏巨大风险，恐将无辜者卷入谣言漩涡，对真正的受害者造成二次心理创伤。又有人从法律视角审视地狱存储的行动，涉及恐怖主义或恶意攻击事件的罚款上限设定为5000万韩元，且多数情况下，即便因诽谤被裁定，处罚也倾向于罚款而非监禁。值得注意的是，该博主不仅通过视频观看量获得可观收入，还享有广告收益，每月总收入约达2400万韩元，折合人民币约12万元。其经济收益显著超越了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与道德考量。面对公众舆论的强烈反响，地狱存储平台一度撤下了所有相关视频，但不久后又悄然恢复上传。与此同时，其他视频创作者也相继发布了新的内容，揭露了4名新增嫌疑人的身份，其中包括一位现任警官、密阳一家烤牛大肠餐馆的经营者、一位因多重罪名入狱的前嫌犯，以及自2016年起便失去踪迹的造船厂前员工。这些博主和视频制作者坚定表态，将持续追踪并公开嫌疑人的最新动态，直至所有涉案人员。此举迅速引发了关于民间正义与私人制裁界限的广泛讨论，吸引了更多网民和视频创作者的关注与参与，使得这一话题的热度不断攀升。法律领域的权威人士强烈倡议，社会应将关注的目光从施加公众羞辱转移至促进受害者的治愈与康复进程上，以此体现更为人性化和建设性的态度。密阳强奸案在持续的斗争与混乱中曲折前行，其影响力日益扩大。地狱存储博主及其他视频制作者所采取的曝光举措，不仅触发了深刻的道德与法律层面的广泛讨论，更在舆论场上掀起了激烈的意见交锋，形成了鲜明的两极分化现象。围绕个人隐私的界限、探求真相的正当性，以及如何在维护公正与促进平等之间找到平衡点等议题，争议之声愈发炽烈，引人深思。对于受害者、加害者及所有卷入其中的人们而言，这段沉重的记忆如同烙印，难以轻易抹去。在这漫长的黑夜中，他们或许正于绝望中寻找那一缕微光，那是对真相不懈追求的决心，是对公平正义终将到来的坚定信念。这条道路或许漫长且充满未知，但它却是他们走出阴霾、迎接光明的唯一希望所在。